咦，好，我们上课，然后我们继续讲函数方程啊，把集训队第二次的考试题目留到下次课讲。然后我们从上次函数方程的历史说起。这几个题还是比较恶心的。这个题他说这个 f(x) 和 g(x) 是一个 n 正映射到 n 正的函数，然后 f 圈 g 呢是 f 加1， g 圈 f 呢迭代之后是 g 加1，然后让你证明 f 等于 g。好，然后我们先简要的做一个分析，用蓝笔写吧。如果你的 f 就是确实等于 g 的，这说明什么呢？这样我们就有 f(f(x) 是等于 f(x) 加1的。你这一看这个函数你很清楚吧？这个函数你很容易就看出来 f(x) 应该等于 x 加1，对吧？这是很容易猜的。这是很容易猜出来的，它应该是 x 加1。你要正的大概就是它都是 x 加1。然后我们先做一些简单的条件出来。首先你注意到里面叠一个 g 之后呢，它就执行加1，这一点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它是 n 正映射到 n 正的，所以我们可以设一个最小值，设 f(a) 撇 g(b) 撇取 f(x) g(x) 的最小值。那么你立刻就可以看出来了 ，f 这个函数呢，它把 a 撇映射成 f(a) 撇，把 g(a) 撇呢就映射成 f(a) 撇加1，然后把 g(a) 呢就映射成 f(a) 撇加2，然后 g 呢差不多，它把 b 撇映射成 gb 撇 ，fb 撇呢它就映射成了 gb 撇加1，所以 fg 的值域就是 a 到正无穷和 b 到正无穷。就是说你这个 f 和 g 的值域实际上是很清楚的，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地方取得了最小值之后，最小值加1、最小值加2、最小值交3，这些函数值都是确实可以取得的，所以它值域必然是从某个正整数到正无穷。这里 a、b 都是正整数。好，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你看出来了，它们的值域都必然是一个从某个正整数到正无穷，实际上这就说明了一个准单设性质。对吧？这差不多就说明了它有一个准单设的性质。然后我们再观察另一点啊，另外，这叫准满设，写糊涂了。就是说它不见得是满设，但是比较大的正整数它全都是可以取得的，从比较大的正整数开始它都可以取。然后呢，我们下面来看看它有没有单设的性质。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若 g(f(m) 等于 fn， 我们有 fm 等于 fn， 就可以告诉我们 gfm 等于 gfn，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gm 加1等于 gn 加1，这就告诉我们 gm 等于 gn。好，注意，
有完全相同的道理 ，Gm 等于 Gn 也能推出 Fm 等于 Fn， 这不是废话吗？好了，这个式子有什么意义啊？注意看，这个和这个，这实际上说的就是一个准单设的性质，就是 Gfm 和 Gfn 相等，实际上是可以推出 Fm 和 Fn 相等的。看明白了吧？所以就是说 Gx 等于 Gy 要推 x 等于 i 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推出来的，只要 xy 能表示成合理的函数值就行了。表示成合理的函数值就是要落到这个值域里面，所以在值域上它是有准单设的。于是你把这个条件总结一下，这个观察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对于任意 xy 属于 a，gx 等于 gy 等价于 x 等于 y， 这一条叫准单设。就是我只要都落到值域 a 里面，那么我们两个的 g 函数值相等，就推出来我们两个是相等的。然后呢，我们稍微补充一下，这个跟落到 a 和 b 中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稍微改一下也可以。就是你稍微汇总一下也是可以的，就是这个准单设可以扩大一点点。另外，那么如果是两个 g 的函数值，它们在取 g 是相同的，若 ggm 是等于 ggn 的，那么这告诉我们 f 圈 g 圈 gm 是等于 f 圈 g 圈 gn 的。然后 f 圈 g 圈 g 这个就没有任何可说的，它其实就是 fm 和 fn 相等，对吧？然后 fm 和 fn 相等，刚才证了，它是可以推出来 gm 等于 gn 的。所以实际上对于两个它只要可以表示成 g 若干的家伙，它们在取 g 之后函数值相等，就可以推出来它们自己是相等的。所以呢，你把这些汇总，综上，对于任意 xy， 它只要落在 a 或者是 b 的范围内， fx 等于 fy 就等价于 x 等于 y，gx 等于 gy 也等价于 x 等于 y， 这就是准单设，完整的准单设。就是只要你落在值域范围内，那么你们两个的函数值相等，就说明你们两个本身是相等的。这就是推导的性质，就是准单设和准满设。就是只要大到一定界限就全，其实就是只要超过了一定的值，它就既单设也满设了。就是只要你讨论的这些数它们本身比较大，就既是单，那么 f 和 g 既是单设也是满设。好，这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简要的前置分析，就是你自然的会去考虑它是否是单设，是否是满设，然后得到跟单设满设类似的性质。然后有了这两条性质，你就稍微凑一下就行了。你注意到这里面可以给你弄出来很多很多等式，就是你这个式子实际上告诉你了取最小函取 f_a 撇 f_a 撇加1这些家伙，它具体的它可以等于 g 多少 a， 然后你用这边的这家伙也可以造出来一个类似的等式，所以就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在值域中它是可以直接套用的。我们简要的写一个，不妨设 a 小于等于 b。然后呢，你从原式中可以轻易的看出来 f(x) 永远是不等于 x 的，否则 g(f(x) 就不可能等于 gx 加1。我们有 f(a) 是不等于 a 的，这是很显然的。那我们就简要的设一下 f(a) 不等于 a， 这说明它至少是 a 加1。
然后呢，你假设 FC 加1是等于 FA 的，那么这说明呢，因为你 FA 至少是 A 加1，所以你减去一个1之后，也有一个合理的 F 若干是等于它的，所以这就说明 FGC 是等于 FA 的。然后呢 ，A 和 GC 都落在这个值域里，所以 A 就等于 GC。所以呢，这说明 A 就等于 GC。好，然后你注意 A 等于 GC，A 就必须落在值域 B 到正无穷里面，所以 A 和 B 是相等的。非常简单粗暴，对吧？就实际上就是利用刚才的准单设稍微写一下就行了。这个特别好找，就是函数值 F 函数值差1，表明我们两个互为 G 函数值关系，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准单设了。所以 A 和 B 是相等的。A 和 B 相等，那么值域大 A 和大 B 就是完全相同的，这两个函数的值域就变成相同了。然后我们就从最小的地方来简单的分析，说明 FA 肯定是 A 加1。4，若 FA 大于等于 A 加2，我们设 FA 减去2，那么它还落在这个值域里，我们假设它是 FD， 那我们有 FGGD 是等于 FA 的，所以这说明 A 等于 GGD。好，注意这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为什么实际上是不可能呢？因为 A 是 G 这个函数能取得的最小值，这说明 GD 就不能够表示成 F 若干的形式，而前面已经说了，它实际上和 G 和 F 的值域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这点上肯定不对。我们设 GD 等于 FE， 写个备注，由于 A 等于 B， 所以这样是存在的。所以你是找得到这样的一个 E 的。那么这样的话 A 就等于 GFE 就等于 GE 加1， GE 就等于 A 减1，就跑到值域外面去了，这是不对的，矛盾。所以 FA 等于 A 加1， GA 等于 A 加1。那他们当然就可以推出来所有的 fx 了，然后归纳可证 fx 就等于 x 加1，就解了。然后这里 a 等于1是显然的，就是 a 不够1的话，你可以轻易的说明它是有问题的。这个题还是很难的。就做这种函数方程类问题，就是简单的题一般你稍微复一下值，用一下柯西手段就可以了。难的题你还是要去分析单设、满设等大量的性质，要适当的结合答案来猜一下。这里准单设、准满设之后，这一段其实都是没有灵魂的。这一段就是你重点是把这边吃透了，就是你看出来我可以由右边的函数值关系推它们之间的G关系就可以了，你看出这一点就行了。然后你推出来G关系，那么自然的就会得到这些东西和某个我待确定的 F 若干相等，也就是 F 的关系可以导出 F 关系的等式，可以导出 G 关系的等式， G 关系等式可以导 F 关系的等式，那就随便用了。这是历史。
我看一眼啊，因为我手上没有纸质版的题。刚才这个题是10年的 IMO 预选题，10年的 IMO 预选题。这个题还是比较难的，但是我回忆一下，好像是代数的6还是7，它应该是代数的6。上一道例9是代数的5，但是这道题明显要比例9难很多。例9说实话没有那么难做，对吧？IMO 预选题还是很值得看的，因为大家出题会根据这个来作为依据。像我们刚刚讲完的国家集运队第一次考试的那个6，其实就是09年 IMO 预选题改的。你把那个题吃透了，基本上也能做出来。然后我们说例11啊，回归传统的题了。他说你是一个 r 映射到 r 上的函数，然后 f(x) 倍的 fy 加上 y 加 fx 等于 f(x) 加 fy 加上 y 倍的 fx。好，就这样的一个式子，然后求 fx。前面说的我们还是先干一点灵魂本质的事儿。我们首先来看看它是不是个单设。实际上你很容易看出来，这个东西可分析单设是很容易的。你看啊，如果有不同的2个 y， 它的算出来的 fy 是相同的，这一项不变，这一项不变，这一项不变，只有这个 y 减去 y 倍的 fx， 它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可以稍微调一下。我们有 fx 倍的 fy 加上 fx 减去 fx 加 fy 是等于 y 倍的 fx 减1的。然后这个地方呢，你稍微带进去就可以发现 fx 恒等于1是不符合原题的，对吧？那么原题左边就会变成 y 加2等于 y 加1，这肯定不对。它既然不恒等于1，你就可以取一个不等于1的 fx。那么你由这个式子可以看出来 fy 是可以算出 y 的，那当然它是个单设了。故 fx 为单设。好，这是第一件事，你可以看出来它是单设。然后呢，第二个事呢，我们可以随便塞一些特值进去。很明显 x 等于0 y 等于0都是大热门嘛，所以我们可以取一下。我们取 x 等于0，这样 2f0 加 y 就等于 ffy 加上 y 倍的 f0。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地方立刻就有一个争议，就是你这个 y 和 f0 是否等于1，对吧？ f0 如果等于1，这个东西就自动抵消了，那么 ffy 就恒定等于2倍的 f0， 这肯定是要讨论的。若 f0 等于1，那么 ffy 就恒定等于2，它就恒定等于2。然后呢，我们把0带进去，代入 y 等于0，有 f1 等于2。然后你肯定还有一个函数值呢，可以等于2的，所以你把那个家伙带进去，这个时候就是 f2 也等于2。同时 f2 也等于2。对，这个你只要取 y 等于 f 若干就可以了。然后这跟单设是矛盾的，所以 f0 不等于1。f0 不等于1，这儿就可以挪过去。那么我们有 ffy 是等于 y 倍的1减 f0，
减去 2f0。这个 f0 是不等于1的，所以这边这个式子是可以随便调整的。所以呢 f(x) 是一个满设。这样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好多了？好，所以它既是个单设，又是个满设。好，然后你再继续看原题，你显然很希望fy 等于0 ，fy 等于0之后，这是 f0 加 fx 加 y， 然后这是 fx， 然后加 y 倍的 fx， 这个式子好的不得了。然后呢，有满设我们已经知道肯定是存在一个地方等于0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丢出来。我们设 fc 等于0。为什么要这样设呢？因为让 fy 等于0极其有利。这个你刚才做的时候应该就能看出来这一点。我们只取了个 x 等于0嘛，另一个我们肯定是希望 fy 等于0。y 等于0其实没有那么厉害。然后你把这个丢进去之后呢，那我们有取 y 等于 c， 那么 f0 加上 c 加上 fx 等于 fx 加上 c 倍的 fx， 所以呢 c 倍的 fx 等于 f0 加 c。 好，老话我们知道 fx 不是常数，所以这个 c 必然等于0，对吧？ c 如果不等于0，那么这意味着全体 fx 都恒为常数。fx 不恒为常数，所以 c 等于0。故 c 等于0，所以 f0 等于0。好 ，f0 等于0，那么原来这个式子还有效，所以 ffy 就等于 y， 故 ffy 就已经等于 y 了。好了，你看出 ffy 等于 y 这个题就已经做完了，你可以把原题一定给它成功的化成柯西方程，因为你注意看这儿实际上就是 x 倍的 fy 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选用2种手法来处理它，一种你可以让 x 等于 fz， 然后呢，由于这里面给了你处理 ffy 的办法，所以你也可以让这个 y 等于 fz， 那么 fy 就也可以化简成一个对称的式子。总之就是原来我们讲过的对称化处理，对称化把它变成柯西。这是解释一下下面为什么要带那个东西，就是你只要把这里的 xfy 把它配平就行了，让 y 等于 fz 或者让 x 等于 fz 都可以。我们让 y 等于 fz， 这样式子简单一些。我们简单的配一下。我们有在原式中代入 y 等于 fz， 那么这个式子退化为 fx 倍的 fz 加上 fz 加上 fx 等于 fx 加 ffz 加上 fz 乘上 fx， 这式子强到没边好吗？所以这告诉我们 fxz 加上 fx 加上 fz 是等于 fx 加 z 加上 fxxz 的 fz 的。这个我们列一个新号式，这很明显是一个标准的柯西结构。
这个其实做到这儿基本上做完了。然后这个柯西结构我们用什么手法都可以处理啊，简单的稍微处理一下。他原题问你的是啥来着？R 映射到 R， 稍微砍一下它好了。这个式子你首先你取2的话是非常简单的，你在上式中取 x 和 z 都等于2。那么这是 F4 抵消了，然后这是2倍的 F2 等于 F2 的平方，然后 F2 是不能等于0的，所以 F2 等于2。然后你再取 x 等于 z 等于1，那么 F1 就等于1。然后呢，你在这个式子里面取 y 等于1。那我们有 f(x) 加1，取 z 等于1，换了字母都忘了。那么这边就是 f2 倍的 f(x) 加上1，然后这边是 f(x) 加1和 f(x), 所以 f(x) 加1就等于 f(x) 加1，所以这样立刻就告诉你 f(k) 等于 k， 对于任意 k 属于 z。然后你再在这里面取 z 等于 k， 是一个整数。那么你把它丢进去 fkx， 也可以把它划掉。fkx 是等于 k 倍的 fx。好，所以在所有的有理数范围内 fx 都是等于 x 的。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负 x 给它丢进去，取y 等于负 x， 取 z 等于负 x。那么这边呢就是f 这是 f0， 这是 fx f 负 x， 然后这边是 fx 乘 f 负 x。那么这样你就有了 fx 方是等于 fx 的平方的。所以呢，你这样的就是在所有的正的地方它都是大于等于0的。故对于任意 x 大于等于0 ，fx 大于等于0。好，这有理数上的值全部都弄好了，然后我们最后在这个式子中再取一个 y 是有理数，中取 z 是有理数。那么 fxz 这边就没了。我们有，它是有理数之后呢，那么这个 fxz 和 fx 乘上 fz 是相等的，所以 fx 加 fz 就等于 fx 加 z。好，解了。所以这个函数它也是满足柯西的基本的一些要求的，它在所有的有理数上 fx 都等于 x， 然后呢，它在所有大于等于0的地方函数值都大于等于0，然后最后呢，它是近似满足柯西加法的，只要你的 x 就是只要你的 x 和 z 里面有一个是有理数，它就满足这个加法。那么很明显，对于任何一个无理数，你都可以用2个有理数去加它就完了，对不对？就是你比如说根号2 f 根号2，那么它一定比 f1.41 大，因为它可以表示成 f1.41 加上一个 f 正数，然后这个 f 正数大于等于0，所以最终你可以把所有的无理数处的函数值都加出来，对吧？于是这个写起来呢，其实你没有极限的话是很不好写的，但是我们可以稍微说明一下 f 根号2它是介于 1.41 到 1.42 之间的。我们有 f 根号2等于 f1.41 加上 f 根号2减 1.41，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知道是大于0的。同时它加上 f1.42 减根号2
是等于这个地方不能这么写，因为两个东西要有至少一个是有理数。你可以这样，它减去 f 1.42是等于 f 根号2减 1.42的，因为我们上面证明了偶函数，对，这儿相当于证明了它是个奇函数，所以这个东西是小于0的。然后减号不能用，所以这是加上 f 负 1.42， 对，这个用法是最合理的，它是小于0的。然后原题这儿是奇函数，这儿还写漏了一个，且 f(x) 为奇函数。对了，所以结合这几条，你确实可以把所有无理输出的函数值都给它夹出来。当然，这个你可惜做多了，最后一段实际上是非常显然的，只要写到这儿，你就心里已经清楚它这个题做完了。好，这是11这个题啊。然后我们说一下例12这个题。我看一眼原题是怎么说的。他说呢 ，f(g) 是严格单道增的，然后 f 圈 g 圈 g， 说是小于 g 圈 f， 然后呢，问你是否存在这样的合理的 g 和 f 和 g。第一种情况是 S 是正整数集，第二种情况是 S 等于 a 减 b 分之一 ，ab 属于 n 正。第一问是巨大的提示，否则第二问这个构造真的不好写。第一问呢，直觉上是不可能的，因为 n 正是离散的，就是它是一个标准的离散集 ，a 小于 b 小于 c 小于 d， 这意味着 d 比 a 至少要大3。而原题那儿很明显有一个非常强力的不等式关系，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如果存在的话，首先呢，我们显然有 gx 大于等于 x，fx 大于等于的 x。这个是显然的嘛，因为你是正整数集映射到正整数集上的是严格单增，那你 fn 至少是 n， 就是它的离散性保证的。然后呢，另外对于任意 x， 我们有 ggx 是小于等于 fggx 的。这个道理也是显然的，就是一个东西小于等于它的 f 函数值。然后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因为 fgg 小于 gf， 这是原来写过的吧，所以它小于 gfx。然后注意 g 是一个单增的函数 ，ggx 小于 gfx， 这意味着 gx 小于 fx。没问题吧？好，然后呢 ，gx 小于 fx 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往下写，这样的话我们有 ggx。那么根据 gx 小于 fx 来看，我们可以把前面那个 g 直接换成 f， 它是小于 fggx 的。
，fg(x) 是严格小于 g(f(x) 的，所以这样说明 g(x) 也是恒定小于 f(x)。对吧？就是一样的，把 fgg 换成 gf， 然后再往下做干的事儿，其实实际上是一样的。ggx 是小于等于 fggx。两个 g 就可以换成一个 f， 然后 fgg 又是小于 gf 的，所以这说明3个 g 也是小于 fx。所以这样你可以得到这个函数的任意次迭代都是小于 fx 的。然后我们知道迭代一次之后，它一般来它是严格不减的，就是 gx 恒定是大于等于 x 的。所以你要这件事要出现的话，那么 gx 1次、2次、3次、4次、5次、6次迭代，它们都是个定值，所以 gx 就等于 x。你带回原式就知道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于是，对于任意 k 属于 n 正，即 k 次迭代 x 小于 fx。其实这个说起来还挺麻烦的，这说明它从某一次迭代开始之后就变成了常数。然后呢，这个分析知道是不对的。然后你把这个证明吃透，第二问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因为你这儿你已经知道，就是多次迭代之后仍然小于1个是不可能的。然后他给的这个结构是使得这件事是可能的，就是我实际上可以找到无穷多个小于 a 的越来越大的数，这是可以找到的。所以我稍微改写一下这个要求就可以了，就是我让你做 g 的多次迭代之后，你的函数值不会增加，但不会显。就是一直不会突破一定量级，而 f 会导致它显数增加就行了。你只要按照这个指导原则构造的很多函数都是合题的。我们规定 g(a 减 b 分之一) 等于 a 减去 b 加10的 a 次方分之一。你看这就符合我们的要求，就是你每做一次迭代之后，这个数肯定是增加了，因为你把它分母加了这儿分母加了一点点。但是这个数根本没有显著增大，你这样迭代10000次都是不会到 a 的。然后 f 呢 ，f 就是实打实的 ，f(a 减 b 分之一) 就等于 a 加1减 b 分之一。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们都是单增的，但是它们确实是符合原题要求的。我们有 f 圈 g 圈 g a 减 b 分之一。那么就等于 a 加1减去 b 加2倍的10的 a 次方分之一，就是你执行了2次那个加10的 a 次方的操作。然后 g 圈 f a 减 b 分之一，它就是 a 加1，然后再操作一次，就是 a 加1减去 b 加上10的 a 加1次方分之一。很明显后者要大一些，对吧？就完了。就是你只要造的数列满足这边没有本质增长，而这边有本质增长，基本上就可以了。就是1的证明中实际上已经告诉你的不行的操作是什么样子。唉，好，把这个写下去，我们课间休息。
好。我们讲一下，例12讲完了，那么函数方程的题就讲完了。我们补一下思考题，和上次国家集训队第一次考试的那个第一题的那个做法。第一题那个计算题我们还没有讲。对，我翻译一下我们上次提到的思考题。就是 n 个开关这个问题。好，安静啊。那个题的原题描述是很不好的，他就说这 n 个开关你可以动其中若干个，然后蒙眼转桌子之后再动若干个。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你并不蒙眼，只是你不知道你动的那些是圆桌上的第几个位置。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要动第一个、第三个和第5个开关，但我并不知道这第一个、第三个、第5个开关对应旋转圆桌前的哪3个开关，所以我实际上只是确定了我要动一个开关和隔一个开关的一个开关和再隔一个开关的一个开关。所以呢，你实际上可以把原题这么等效，原题等效于初始有开关 x1 到 xn， 这里 xi 等于0或1，就是开关0或1表示开或者是关，然后每次操作可以取一组，你取一组 y1 到 yn， 然后这个时候对手再随机选取一个 k。然后呢，就是把你的这个操作从第 k 加1个那个位置再开始进行操作，就是你第一次操作的不是对应的，就是你 y1 不是去对应操作 x1 的，而去对应操作 x1 加1加 k 的，我们随便转吧。然后把 x1 到 xn 变为 x1 加 y1 加 k。x2 加 y2 加 k， 然后一直到 xn 加 yn 加 k， 然后这里我们规定 yn 加 t 就是 yt， 就是标准的旋转。然后第二个我们规定1加1就是0，就是这个加法是模2的。没问题。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这样就把原题说清楚了。实际上就是原题原来有一组为好的 n 个01，然后每次你可以选好一组量，然后它给你适当的旋转 k 格，贴到原来那个上面去，对原来那个发生变化。
然后问你是否有合理的策略反复选数，然后最终把原来的那些数变成全相同，就这样。这个呢你试一下，答案是非常容易猜出来的，就是在 n 不是2的方幂的时候是做不到的， n 是2的方幂的时候是做得到的。用较小的数试一下可以知道， n 等于2的方幂的时候是可以的， n 不等于2的方幂的是不可以的。然后我们主要来证明 n 不是2的方幂的时候是不可以的。当 n 不等于2的方幂时，我们设 n 等于 ab， 这里以 a 为基数，a 是一个大于1的基数。好，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开关简化为只有 a 个，这是很容易的。我们只考察开关 xb、x2b 一直到 xab。然后呢，我们只要保证这奇数个开关永远恒定，就是它们并不全一样就行了，就是它们不全为0和不全为1。我们设它初始不全0也不全1，设它初始不全为0，不全为1。好，就是开关是我们安排的嘛，我们假定它初始这个不全0不全1，某一步操作时，某次操作前，设有 a 个1 b 个0，我们假设 a 是个奇数，ab 用过了，所以不能用 ab， 用设有c 个1 d 个0，设 c 为奇数。因为1和离定位是对等的，我们可以假设 c 为奇数，然后这个时候 cd 都是大于0的，就是它里面是有1有0的。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操作啊，操作就是你当前要选的这个操作里面 yb、y2b 一直到 yab 中有 e 个1 f 个0。然后呢，我这个旋转参量 k 是由我选的，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参量就是适当的旋转若干格跟这个开关对上，然后一个一个去加就行了。然后我们来看两种情况。情况一，如果 e 是个奇数，好，你简单的看一下，你初始这儿有奇数个1，就是这个时刻它有奇数个1，偶数个0，然后你这个操作参量里面有奇数个1，偶数个0，那么经过操作一定不会把这奇数个量变成全1，这是不可能的，它不会变成全1。所以呢，你只用提防它变成全0。然后它要不变成全0，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你只要保证不是这奇数个1和这奇数个1恰好相遇，全部抵消掉就行了。就是你只要保证有一个1对上一个0就行了，这是很容易的。我们适当的选取 k， 使 xi 加 yi 至少一组为0加1。就是你调整一下这个参量，让至少有一个是0加1就完了。那么这样变完了之后，不全0不全1。然后一维偶数呢，一维偶数是完全一样的。
一维偶数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它全部变成0的这种情况，因为原来有奇数个1，然后你的操作量里面也有偶数个1，所以不可能全0。然后你只要保证不全1就行了，那你就保证有一个0就行。然后这种情况下，注意一维偶数有可能1为0，所以我们只用0加0就行了。你这个是偶数，那么就说明你有奇数个0，所以至少存在一个0。所以适当的选取 k， 使 xi 加 yi 至少一组0加0。那么操作之后，这 a 个值也是不全0不全1。所以呢，你对于你给出的任何一种操作方法，我都可以选取适当的 k 值，让这 a 奇数个值始终不全0不全1就完了。而且你也看到了奇数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好，所以这一块是简单的。这是 n 不是2的方幂的时候做不到。然后我们来讲 n 是2的方幂的时候做得到。好，3 n 等于2的 k 次方时是可以的。这个显然是用归纳法证的，直接说没法说。我们归纳证明这一点。k 等于1、2的时候，结论是显然的。设 k 等于 m 的时候是对的。k 等于 m 加1的时候，好，我们为了方便我们的书写，我们记 n 等于2的 m 次方。那么实际上就是 2n 个数，我们要设法把它说清楚。然后为了方便书写，我们发明一些记号吧。我们设 n 的时候，用操作 A1 到 A， 又得找个字母AP 就可以搞定。然后呢，我们再规定一个扩展操作，对操作 A， 操作 A 就是一组数 y1 到 yn， 然后我们规定 A 撇操作就是它的拓展操作，叫做 y1 到 yn， 然后00000 n 个0，就是把它的变量，然后后面再塞 n 个0。然后扩展2撇操作，叫做把它重抄一遍。好，那么你现在呢？这样，当 2n 的时候，我们执行扩展操作 A1 一撇到 AP 一撇，我们执行操作 A1 一撇、A2 一撇，一直到 AP 一撇。然后你注意啊，就是你现在是 2n 个数，你在这儿执行操作 y1、y2 到 yn00000 的时候，实际上后面那些0忽略，你实际上相当于对 x1 加 xn 加1、x2 加 xn 加2、x3 加 xn 加3执行 y1 到 yn 这个操作。因为你 y1 后面对的一定是个0嘛，这儿是个 y1， 这儿是个0，那么你整体上实际上就相当于执行
y1、y2 到 yn 这边全是0的操作，实际上就是把 x3 到 x 和 xn 加3一起加了个 y1，x4 和 xn 加4一起加了个 y2， 实际上就是执行了这么个操作，相当于把一个比较变小的 n 元圆盘执行了这个操作，它相当于对 x1 加 xn 加1 x2 加 xn 加2一直到 xn 加 x2n 执行操作 a1 到 an A1 到 AP 好，那么根据归纳假设，对这玩意儿执行操作 A1 到 AP 一定会有一天出现所有的这些值全相同的状态，这样其中必有一步一次操作后 x1 xn 加1 x2 xn 加2这些家伙的和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把它往归纳假设上凑。好，这个全相同离全相等就已经差得不太远了。这个时候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它的和全是0啊。情况一，此时x1 加 xn 加1一直到 xn 加 x2n 是等于0的。那么这个时候它这个数列长，这个时候它长什么样子呢？这个时候它就长成了 x1 x2 到 xn x1 x2 到 xn。哎呀，这不就是两个环拼到一起的吗？对不对？这就是 x1 到 xn 的一个环，然后又拼了一个 x1 到 xn 一个环，所以你应该对它执行操作 a 两撇，对它执行这个操作 a 两撇就等价于对这个圆执行操作 a， 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那么对它操作 a1 两撇 a2 两撇一直到 ap 两撇，必有一步是合齐的。所以如果执行这个操作就很简单，你就执行这个就行了。好，这是第一种情况，如果全为0。然后第二种情况呢？第二种情况是全为1。如果 x1 加 xn 加1等于 x2 加 xn 加2，然后一直到 xn 加 x2n 等于1，那么这个家伙长什么样呢？这个家伙就变成了 x1 x2 一直到 xn， 然后这边是11111，对吧？那么不，这边不是，这是 x1 减1一直到 xn 减1。那么对它执行操作 c 等于11111n 个1 00000就可以转化成1，对吧？你在这里面加入 n 个1一个0，不管是从哪一位开始加，就正好把它们之间的差距全填平了。所以这样的话 x1 xn 加1 x2 xn 加2不就全都相等了吗？就变成了第一种情况。所以执行一个 c 就可以变为1，然后你在1中再执行这一大堆就可以了。好，安静。现在你看啊，剩下就是个编程的问题了。就是说实际上从程序上你已经差不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说你对它执行 a1 一撇系列操作，肯定执行到某一步是可以把这些家伙变成全相等的。然后如果全相等是0，执行这种操作就可以把它弄合题。然后如果全是1，执行一个操作 c 就可以变成这种情况。但是你注意，你这是没有检查机制的，你并不知道操作到哪一步的时候变成全相等了。
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这种情况还是这种情况，所以呢，你每一次操作完之后都要执行这一堆东西试一下，所以最后封装出来这个程序应该长这样。所以最终呢，你应该执行这么个操作，我们合并一下，这是4，综上执行操作，A1 一撇，好，然后执行完 A1 一撇之后，立刻检查它是不是第一种情况。那么 A1 两撇 A2 两撇一直到 AP 两撇。然后如果不是第一分类的这种情况呢，那么就是第二分类的这种情况，我们执行一个 C， 执行完 C 之后检查它是不是第二类情况，再来一遍 A1 一撇 AP 两撇，然后再执行一个 C 回去，然后 A2 一撇，然后同样的东西再来一遍 A3 一撇，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写一下注释，这是检查是否是1，然后这一段是检查是否是2。好，然后整体上呢，你注意一件事儿，另外注意到 A1 两撇 A2 两撇一直到 AP 两撇这个系列的操作是不改变 x1 加 xn 加1 x2 加 xn 加2它们的值的，因为 x1 和 xn 加1总是会被加入相同的值，所以它实际上不改变这些值，它们是不改变 x1 加 xn 加1一直到 xn 加 x2n 的值的，它不改变。虽然它会改变 x1 加 xn 加 x1 和 xn 加1，但是它不改变它们的和。然后 CC 为什么要再做一次 C？ 因为做2次 C 之后，这个也不变，不改变 x1 加 xn 加1一直到 xn 加 x2n 的值。所以呢，你这一大堆检查过程是不会改变 x1 加 xn 加1到 xn 加 x2n 的值的，这只是检查它们是否是全相等了，就这样。所以你 A1 一撇做完了之后，做了一堆检查，检查完了之后 x1 加 xn 加1到 xn 加 x2n 的值没有变，然后你再执行 A2 一撇，再检查，再执行 A3 一撇，总有一步到 A 若干一撇之后，这一堆和都是全相等的，然后在之后的检查过程中，它就会被你操作成全相等。这只是个程序封装的问题啊，解了啊。这是这个小思考题。
哦，对了，我们讲一下那个几何的问题，对，补几何问题。就是集训队第一次考试，然后那个几何第一题。这个题我是不知道别人怎么理解。我们肯定是用复数来做。因为你一看复数很好算嘛，你这一看复数就是能算的，然后粗略看一眼，1个小时肯定能算出来。集训队一道题1个小时做出来是可以接受的。反正至少我当年考试的时候看到这个题，我肯定毫不犹豫算了。有什么好想？画个鬼的辅助线。然后他说是 AB 等于 AE 等于 CD。然后这是 C， 这是 D。然后 BD 和 CE 交于 P， 然后 M 和 N 是终点。然后还说什么来着？然后 G 为 MN 三角形 AMN 的重心，然后 H 为三角形 ABE 的垂心，还算有良心 ，ABE 是个内接。然后他说 OG 交 HP 于 T， 然后让你证明 AT 垂直于 CD。好，然后我们证明一下。这里你要取的量是确定的吧？你取 O 为辅平面原点，取 O 为辅平面原点。然后呢，你假定 E 所代表的复数为1，然后 A 等于 K，B 等于 K 方，C 等于 X，D 等于 KX，X，KX，1K，K 方。然后这里 K 和 X 都是单位复数。然后就瞎算就完了。然后我们要稍稍证明一个盈利，因为这里面用到了 BD 和 CE 的交点，这个是没有必要用复数那个乘法来算的。BD 和 CE 的交点，我们直接在圆里面直接用公式就可以了。这个我们稍微写一下，补充一个盈利。单位圆上 AB、CD 的交点 T， 那么 T 点用复数来表示的话 ，T 点是等于 AB 倍的 C 加 D 减去 CD 倍的 A 加 B 除以 AB 减 CD。这个是很好证的，我们简单的来证明一下。证明单位圆上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把这个 T 设出来，那么我们有 T 减 A 除以 T 减 B 是属于实数的，所以它等于 T 减 A 除上 T 减 B 的共轭。好，那么这也就告诉我们 T 减 A 乘上 T 共轭减 B 共轭，也就是 T 分之一减 B 分之一，是等于 T 减 B 乘上 T 分之一减 A 分之一的。然后这个可以化为 A 减 T， 这个可以化为 B 减，这个都可以画出来嘛，对吧？不，没有这回事，写糊涂了。
这个是对的，但是这个是 T 共轭，写糊涂。然后呢，这告诉我们 a 分之一减 b 分之一倍的 t 加上 b 减 a 倍的 T 共轭是等于 a 分之 b 减去 b 分之 a 的。然后呢，你把这里面的这个很明显有个 b 减 a 可以拿掉，所以这样再往下一整理，就是 ab 分之一倍的 t 加 T 共轭是等于 a 分之一加 b 分之一的。所以 t 在 CD 上可以写一个类似的式子。同时 CD 分之一倍的 t 加 T 共轭是等于 c 分之一加 d 分之一的。所以这样就可以算出来 t 就等于 ab 分之一减 cd 分之一分之 a 分之一加 b 分之一减 c 分之一加 d 分之一。这就是这个小引理的证明。然后回原题算。回原题。那么他说 H 是 ABE 的垂心，所以 H 等于1加 K 加 K 方。然后呢 G 是三角形 AMN 的重心，所以 G 等于1/3倍的 A 加 M 加 N， 所以等于1/6倍的 2A 加 B 加 C 加 D 加 E。然后你丢进去展开，它就是1/6倍的1加 K 乘上1加 K 加 X。这实际上都是有数的。然后 P 呢 ，BD 和 CE 的交点 P 就等于 K 方乘 KX 乘上1加 X 减去 X 倍的 K 方加 KX 除以 K 立方 X 减 X。这里面 X 明显可以拿掉，然后 K 立方减1明显可以约出一个 K 减1，所以它等于 K 的立方减1倍的 K 的立方减 K 平方加上 K 的立方减 K 倍的 X， 所以它很明显等于 K 方加 K 加1分之 K 方加 K 倍的 K 加1倍的 X。 实际上这个结果还挺有趣的，这个结果实际上它是 A 加 B 加 E 分之 A 倍的 A 加 C 加 D。对。然后呢，它的焦点是 T 嘛，对不对？然后焦点 T 它在 OG 上，同时又在这个，他说的是谁的焦点来着 ？PH 上，就是它既在 PH 连线上，又在 OG 连线上。对于焦点 T 在 OG 上，这说明 T 共轭比上 T 就等于 G 共轭比上 G， 也就等于1加 K 乘上1加 K 加 X分之1加 K 分之1乘上1加 K 分之1加 X 分之1。这个就懒得画了，这是一式。然后 T 同时又在这个 PH 上，所以这说明T 减 P 减去 T 减 H 是等于 T 减 P 减除以 T 减去 H 的共轭的。这个式子就巨恶心了，这个式子是超恶心。所以就是 T 共轭除以 T 共轭，然后减去 H 共轭减去 P 共轭，然后把它拎出来算一下，就是我们因为有了 T 和 T 共轭的比例，所以就直接把它拎出来算就行了。然后这个抵消掉，所以就是 PH 减去 P 倍的 T 共轭减去 H 共轭倍的 T 是等于PH 共轭写错了
然后是等于 HP 共轭减去 P 共轭倍的 T 减去 H 倍的 T 共轭，然后呢，你把它合一下，这个就是 H 共轭减 P 共轭倍的 T 加上 P 减去 H 倍的 T 共轭加上 HP 共轭减去 PH 共轭等于0。再把那个比例带进去，代入1。然后好像大家并不喜欢这个蛮算的过程，那我们就直接报结论。然后你最后算出来 T 是什么呢？ T 是等于 A 倍的 A 加 B 加 D 除以 A 加 B。好，然后你去检查 AT 是否垂直就完了。然后这个题纯几何是可以做的，可以用位4的观点来看那个题，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我觉得纯几何就是浪费时间，没有意义嘛。呀，提前讲完了，那我们写几道思考题好了。这个题我本来想仔细讲讲怎么算的，但是，就这样吧。好像这种包算的过程也不是很重要，你自己能够在考试的规定时间内精确算出来就行。我们留几道思考题好了。3道组合思考题，下次讲吧。下次没时间讲就以后讲吧。补充思考题，这个思考题还挺有意思的。第一个题呢，就是x1到 xn 是一个1到 n 的排列。然后呢，如果 x1 1分之 x1 2分之 x2 一直到 n 分之 xn 互不等，我们就称 x1 到 xn 是好排列，它是好的。然后这里面初始给定的 n 是大于10的，n 不会比较小。证明对于任意 n 属于 n 正，好排列均为奇数个。
它就是说你把1到 n 排成一列，那么这样有 n 的阶乘这种排列方法，然后你计算分数1分之 x1 2分之 x2 到 n 分之 xn， 如果这 n 个分数互不同，你就说是好的，然后呢让你证明好排列永远是奇数的。注意它不让你求出来，它只是让你证明是奇数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还可以的题目。然后我们写一下一个表述简洁的第二题。第二题是这样，画一个圆饼。好，有一个上黑下白的蛋糕，上面其实应该是上白下黄，对吧？我们为了简单就这么说了。好，然后呢，你就走进来想吃怎么办呢？你就切一块扇形蛋糕下来，你就这样，第一天你切一块，然后这个扇形蛋糕多少度呢？我想想啊，10倍根号2度下来。然后呢，你觉得这种一个人吃的行为不好，所以你把这个蛋糕翻了个面又放回去了，然后把它翻面放回去。好，然后第二天呢，你想了想，决定还是要吃这个蛋糕。然后呢，你就沿着上次切下的这条横，然后又切了一个10倍根号2度下来，然后想了想，又把它放回去了。然后这里我没写啊，这是沿着上次切的那一刀下去切的，然后再下一次呢，你又切这个10倍根号2度这么下来，然后证明必有一天仍然是上黑下白的。就是你这样切着切着，最后就恢复原样了。然后注意，我出的是个无理度数的度数，有理数度数那还需要做吗？那是出给小学生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有30个人围成一圈，然后呢，其中有若干有 n 个天才，然后呢，剩下的呢，我们尊重残疾人，我们就叫他白好了。然后呢，同时问所有人，你右手边那个人到底是个天才呢，还是个白痴？然后所有人同时作答。然后呢，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做出的永远是正确的判断，所以天才永远回答是正确的。什么叫白痴呢？白痴就是不知道，白痴不是一定回答是不正确的，一定不正确的那也是天才。
所以白痴呢回答是随机的。好，然后很明显这里面天才越多，你就这个回答就越精确，所以求最小的 n， 使你听完回答之后可以确定至少一个人是天才。就结了。就是你听完这个回答，然后你知道这里面确实有天才，然后你也可以确定这个人一定是天才，就能确定一个人，无论这些人做的分布多么不合理，这些白痴是多么的撞大运，你都能确定一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些思考题以后有空就讲吧。那我们就下课了。